57年冬，聂大帅宣布军令，次年将大帅之位移交独子聂真。此令所传之处，斥责、痛骂人生不息。只因少帅聂真蛮横纨绔，欺行霸市，无恶不作。坊间皆传，少帅掌权之时，恰是洪州覆灭之时。头人在里面。就是为了这个。说话。我就是同街的饭馆丫鬟，我刚看到你们欺负。撒谎！对于饭馆丫鬟来说，你身上的胭脂味太过出挑，更何况也闻不到一点油水味。我叫小蝶，是城南沈家沈清香小姐的丫鬟。继续。我和大小姐今天就要出城了，车票和银两都已经备好，只差一张通行证了。可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家大小姐是和聂府聂少帅有婚约的，怎么想走？逃婚的下场，你想过吗？他就是个人渣。人渣？我要夸你，骂得好。我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你能放了我吗？放了你？当然可以。别动。好像也没那么听话。把你的交出来，你的军衔好像也不低。行，我的确实更有用。走。别动！哎，又要来！把枪都放下。你今天耽误了我5分钟，之后我会找机会让你补给。那就要看看有没有这个机会。顾少帅来了。不用。我说少帅，你也该给自己配把真枪了吧？哪有少帅讨厌枪的？多嘴。不过也巧，得亏这是把假枪才没出事儿。更巧的是，她是沈家大小姐的贴身丫鬟。啊？没什么。这家裁缝铺的赔偿记得补足。明白。大小姐，我回来了。小蝶，你见到这封血书时，我应该已经把自己洗干净。我被一伙军官下了药，随后的记忆就很模糊了。眼下，我只能用死来洗刷耻辱。我们姐妹俩下辈子再相会。
小姐错了，小姐不该这么玩待刚刚，小姐错了，大小姐。青夏，她真的走了。大小姐去意已决，只留下了这枚票根。都是我这个当爹的逼走了他。林少帅提亲前逃婚这事儿传到了聂家，那是要跌了面子的。在洪州得罪了聂府，我们沈家怕是要走到头了。你起来吧。小蝶，以后我的家就是你的家，我要我们永远都在一起。小蝶，我死都不嫁给那个无恶不作的人渣，你会帮我的吧？小姐，我会的。小蝶，别去。站住！给我这个老头蒙羞添堵，就是你的人生信条吗？怎么？有人告状1年之后，就是你上任大帅之时，在民众眼里的形象问题，我不想再多提了。西洋军校教会了我，想要树立威信，得先做足个性。怎么，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还不肯原谅我这个父亲吗？你放心，我没放在心上。说完我走了。等等，明天提亲之事，务必放在心上。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，都没得选。对方要是不愿意呢？这是洪州，谁敢对我聂家说句不字？行了，知道了。纨绔者欺行霸市，无助者满目疮痍，整个洪州触目惊心。我只是个孤身一人的丫鬟，我没有什么好失去的，我没有值得害怕的。大小姐，我哪儿也不会走，我会守住你的秘密，守住沈家的家业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要借机进入聂家，不惜一切代价查出害你的人。给沈老爷子请安，略备薄礼。少帅请坐。请下，出来吧。来了。父亲，请下，这位是聂少帅，聂真。是他。少帅，他是。沈老爷，晚辈实际上有个不情之请，请讲。晚辈想让沈大小姐先行住进聂府，不知沈大小姐意向如何？勋章是军阀里的人。你这是哪门子的规矩？哪有新娘未过门
就住进婆家的先例。婚礼应该尽快筹备妥当，所有事项均由我和青夏小姐商议决定。你有意见吗？我当然有意见。佳姐的婚姻大事得依循祖宗之法，可由不得你这个少帅狐狸。沈家二少爷是吗？这里还轮不到你发表意见。这里是沈家，不是你的少帅府。整个洪州都是我的少帅府。我们又见面了，只是我没想到这个方式让我感到有些意外。小丫鬟，我就不能是沈清夏吗？你今天身上的香味比昨天高了一等，但是鞋子并不完全合脚，况且耳洞是新打的，还沾着血迹。这些够了吗？少帅，到了。到了，夫人。眼前的少帅好像和传闻中的有些不太一样。你有什么目的？你不也有自己的目的吗？我的目的？你无非是想帮你家那位大小姐脱困，我照着演便是。少帅先前见过我家小姐？从不认识。那你为什么？你别过来！给我。这是我最喜欢的笔，比你的命还重要。夫人，别把自己看得太重要。记住，在这个聂府里，你必须按照我的命令行事，你没得选。换一套，再换，再换一套。我很好奇啊，少帅，你完全没有公事要处理的吗？像挑选婚纱配饰这种小事，我自己可以做好的。守着你，就是我眼下最重要的事情。怎么，怕我跑了？少帅不是认为我是待嫁过来的吗？我没有跑的理由。你很聪明，聪明意味着不可控的变量，我不喜欢变量。少帅，你也成为了我的变量呢。是吗？其实这套看着也还不错。悄悄告诉你，只要你乖一点，大婚当天我就可以给你自由。这款发簪怎么样？不喜欢。有蔷薇式的铁簪子吗？
这里好像没有。少帅夫人，您还满意吗？不太满意。我知道你很聪明，我也是，但是我比你狠，我还敢杀人。如果少帅夫人不满意的话，就换一家店，换到你满意为止。怎么，你害怕我？现在知道我们之间的差距了吗？你还觉得你有胆识跟我斗吗？为了大小姐，不能怕。在浴缸里过夜，感觉怎么样？少帅，您要的姜茶。似乎昨天的事情你已经忘光了，又不怕我了。知道你是需要我的，我只想通过这一点，就不用害怕。相反，你还应该怕我，不是吗？我怕你？我怕你做什么？我的丫鬟夫人。你就不怕我自杀泄愤，坏了你的计划？计划？什么计划？说说看。我会知道你的计划，并且会知道你为什么需要我的。好，我给你12个小时。查出有奖。这司令部的军事会议，你估计又得无聊一上午了。怎么，昨晚没睡？这么厉害？少废话，好好开你的车。聂真的计划似乎明天之后就会完成，当务之急是弄清楚他留下我的用意。5月6日，丰街裁缝铺。5月7日，百岁婚纱行。这账本记得好像全部都是聂真所做的恶事，但这赔偿款又是什么意思？小蝶，二少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那个聂真太危险了，你跟我走。事情没有完成之前，我是不会走的。我喜欢你这么多年，你为什么还是不愿意相信我？
二少爷，你说的这些小蝶不明白，也不想明白。小蝶，你要相信我。沈家与红烛的各个商行钱庄签订的有怎样的协议？违约条款又是什么？二少爷，我终究只是个外人。外人？你为什么说这些？是那个聂琛，你喜欢上他了？沈家的灭顶之灾不在我，而在于这样的你。不要再把心思花在我身上了。你果然没死。站住！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。少帅夫人，求求您，高抬贵手。昨天我只是配合少帅的吩咐做事。你现在如果不配合我，我会让少帅再来这里光顾一趟。配合。小小的丫鬟，聪慧过人，暗中成为了整个沈家的顶梁柱，有点意思。看似行径蛮横的少帅，实则学识过人，宅心仁厚。那么，你的目的只剩下唯一一种可能了。今天这款味道是最好的。不要再故作姿态了，你堂堂少帅，身份赫然，扮不像的。好，那你继续。你从来都没有想过要给沈家留活路。这里面是你归国以来的行事记录。今天我去盘问了这些近期被你欺负的店家们，得出了一个结论：你是一个好人，事情流传的你纨绔形象不过是故意为之。你给每一个你欺负过的店铺都给予了相应的赔偿。婚纱店的老板没有死，裁缝铺也正在翻新。大帅在你归国之后，开始在民间大肆散播你会成为下一任的大帅，但这并不是你想要的，所以你无所不用其极，也要让所有民众对你的人格产生最彻底的厌恶，为的就是让大帅打消这个念头。不太合理，我现在还只是少帅，等当上大帅，风头更是无量。我为什么拒绝？你手上的钢笔是母亲留给你的吧？最爱你也是你最爱的人，死在了战场当中。你骨子里是个最大的厌战者。对不起，提到了你故去的母亲。这么短的时间就把我的房间翻了个底朝天。不过这些都是你的推测，和你和沈家都没有关系，我又为什么需要你？你明知道我的身份，却上演了一出提亲的戏码，为的就是在高朋满座的婚礼上亲自抖出我是丫鬟的身份，你自己则扮着好一份无辜，闹出整个洪州都惊动的大洋相。这份洋相比你砸烂100家商铺来得更轰轰烈烈，让大帅丢脸。当然了，这个代价就是让沈家破灭。不过你并不在乎，所以我说，你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给沈家留活路。把枪收起来，别坏我的规矩。可他现在是你的隐患。刘秀，我再警告你最后一次，把枪收起来，然后出去。这么认真？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哪怕是逢场作戏，美总比丑好。那你觉得哪些不是逢场作戏呢？
我是这里的服务员，给您送茶水。你怎么来了？小蝶，跟我走吧，这是唯一救走你的机会了。我现在不能走，你快出去。你想干嘛？放了他，别忘了我们的约定。究竟是什么样的约定？需要你拿命当筹码？二少爷，相信我。沈家二少爷，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，不想死的话，赶紧滚！走，快走！等等。这就是你的逢场作戏吗？今天我们聚集于此，见证聂真先生和沈清夏小姐的神圣婚礼。这是个光荣的时刻，因此它不是鲁莽而又欠缺考虑的，而是虔诚而又严肃的。现在，请聂真先生向宾客致辞，并向有缘人抛出捧花。抱歉，诸位来宾，我聂真做事从来都不守规矩。小姐，对不起，小蝶没能保住沈家的脸面。在西方世界里，捧花是新人的赠礼，代表着将美好也分享给身边的人。而我聂真特别自私，我不想把我和沈清夏小姐命中注定的缘分稀释掉，所以，我发誓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我都愿意娶你为妻。沈清夏小姐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梦啊，流雨之风，生了成全多少事与衷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愿意嫁给我吗？路过恍然，可是又落空。等啊，你奔而生，心和应看逝去太匆匆。我愿意。人只一双眸，披荆的一道锋。不愿负一生，当血海尽处执念汹涌。妄想在世间裂缝，不罢休，学会从容。孤独把落日余晖都争宠，他在传闻里曾何去何从？从来冰雪消融，如现无声一场空。空荡荡却不悔的瞳孔，藏匿无穷无尽的孤勇。用半生贪恋着生死与共。
从小我就用法术女扮男装，在外人眼中我是个男子，他们都说我是何须最能打的战神，说我是英雄。我哪是什么英雄，不过是一时一刻都不敢松懈罢了。因为赢得福泽是我的使命，自记事起，我就被要求只能赢，必须赢，一直赢。我就说，还有漏网之鱼。为什么不出招？他们都不见了，急行员输给急行员吧？肯定赢了呀！公主，我们这次能打败明宪吗？这个空间限制了我的灵力，连战甲都无法维持。此人不简单。急行员的斗者竟有此等灵力，你到底什么人？都被困在我的灵犀井里了，还能说出这种话？我就算在你的灵犀井中，灵力减弱，也照样赢得过你。是吗？果然是战神啊！竟然以血幻化兵器。我只会赢，我只会这一件事。谁都会输，凭什么不能是你？你看，输了，就剩这么多啊！是啊，福泽都没有了。此次两境会，吉星渊胜，是为上境，
瑶光山为下境，福泽降临。公主，我们赢了！我果然没看错人。输了还有脸出来？就是，都怪他，没有脸。就是，你说到手的福泽就这么没了？没有福泽，瑶光山就会灵光暗淡，大地干涸呀！没有福泽，连灵诗都画不出来，这日子怎么过呀？是啊，你不配当我们的战神。我是瑶光山太子明宪，13岁起参加青云大会，连胜7年，却像从未赢过。明宪，明宪，你怎么了？而且，我灵脉断了。怎么会？看着像中毒，好生厉害的毒。是他，卑鄙小人！母后，我命你走，即刻离开瑶光山。母后，您这是要驱逐我吗？你的灵脉已断，再要留在瑶光山，是想死在觊觎太子之位的人手里吗？母后，我一定能修复灵脉。瑶光山失去的，下届青云大会，我1000倍万倍讨回来。我对你一定还有用，您千万别赶我走。明宪，你听好了，我不是要赶你走，是要你好好活着。可笑我这半生汲汲营营，如履薄冰，教你从一出生就用这无相秘法扮作了这个太子。你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普通的小仙子的。这道至强至密的障眼法，让你在所有人的眼里，都只是一个男子的面貌。可是现如今，你的灵脉已断，一切都成了空。明宪，留在瑶光山，并不是一条生路。我放你走，你撤去无相秘法，恢复你本来的样子，谁都不可能认出你来。好好活下去，永远别再回来。母后放心，我定能修复灵脉，重返青云。
季仙君，我去找别的仙君了。这可不许。季仙君还真是把花月夜当家了。这青云大会一落幕，你就来了，在这流连的时间可比我都久。我辛辛苦苦出战青云，不就是为了今日？要什么有什么。明明是我有什么，季仙君就要什么。是吗？那你有什么？季仙君，吃颗葡萄。花月夜，这么多仙子等着我呢，我总不能厚此薄彼吧？多谢季仙君。大人，请。季伯载这小子，赢了青云大会后，日日花天酒地，寻欢作乐，果然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。2个月了，我都无法近他身。今日他得封青云斗者称号，大摆宴席，我定要抓到这个接近他的大好机会。我听姐妹们说了青云大会的事儿，你也知道，这种地方嘛，一件事能被传成几百种模样。仙君在青云大会上表现英勇，所向披靡。那一看就不是那种会被区区名县一招击败的普通人。会传我这种话的，是不是季伯载？不，仙君，季伯载他根本就是在胡说八道。这和季仙君有什么关系呢？那你为何会同我讲这种话？仙君误会了，我只是……就现在，啊！先引他英雄救美，我再顺势接近。打扰了。不吃这招。你该不会以为能找到季仙君为自己撑腰吧？孙仙君，你误会了，你那事儿季仙君一个字都没跟我说，你可千万别怪他。季伯载，是不是你传的我在青云大会的事？你一个沉冤罪囚，莫名后天得了灵脉，还攀上天机公主当了斗者，怎么只敢在背后嚼舌根，这么上不得台面吗？孙良，其实你挺厉害的，怪就怪明宪打快了点。你。可惜啊，又差了一点。怎么今日又看到季兄为了一个小仙子，同人大打出手啊？孙良，今日是季仙君的庆功宴，莫要胡闹。哎。算你走运。这小子真难接近，我得再想想办法。季仙君，酒菜已经备好，可以开席了。恭贺季仙君赢得青云大会，能否有幸敬你一杯？季仙君在青云大会上的表现如此英勇，为我们吉星渊赢得了福泽，今日难得一见，在下
敬一杯。师父说，我的时间不多了。徒儿，你青云大会受的伤给我看看。师父，我不知道中了什么毒，灵脉断了。你听我说，你中的毒名叫离恨天，中此毒后，有灵脉者灵脉尽失，无灵脉者反会生出灵脉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能再催动灵脉，否则就会加速毒发。这个印记叫离恨花，等着七瓣全部凋落，就是你元神寂灭之时。所以，这1年之内，你们必须要找到解药黄粱梦，将它服下，修复灵脉，方能保住性命。既然是季伯宰下的毒，那他手中可能会有黄粱梦。你去吉星园找季伯宰，处理完追兵，师父会来找你们的。他不吃外食，是怕别人给他下毒。果然，心黑的人看什么都黑。寒风君到。哎呀，不用拜，本君最讨厌这些繁文缛节，都把手放下。以后你们都像伯宰老弟一样，无论在哪儿见到本君，都像见到老朋友一般，这样多好啊！啊！寒风君这是点我呢，我哪敢造次啊？从前做醉酒时，连贵人的灵宠都要下跪，现下混好了，便只求一个不弯腰。本君就喜欢你这个脾气。今天是伯宰老弟你得封青云斗者的好日子，特带了些薄礼以表心意。你那吴归海啊，煞是冷清，仅有的伺候也是年事颇高，这怎么能行啊？本君的小侄女天机也是个不懂事儿的，她虽然掌管着吉星渊的寿华判宫，却仍然当不好这个尊者，都不知道给你安排个人。今日本君给你送来2位婢女，日后管账洒扫你尽管吩咐他们。本君这份薄礼，你可还满意？寒风君对我的吴归海，听得也太紧了吧？他们吉星渊内部果然也有隔阂。不是我不领情，今夜好歹也是天机公主为我办的宴席，可寒风君却突然带了2个人过来，我这要是收下了，那岂不是驳了天机公主的面子吗？你不敢驳了天机公主的面子，反倒是不怕得罪本君呢。老弟，这份薄礼，你当真不收吗？君送的礼，季仙君竟然不收，竟然拒绝了，这不折了人家的面子吗？机会来了！不可以，大人才刚刚答应我要带我回乌龟海的。我方才说过吗？说过。许是之前答应的太多了，都不记得了。那不如季兄将这3人一同带回去，也算是一段佳话呀。对呀，是啊，一起带回去不够。这个主意好，本君这就亲自派船车将你们一起送回去。好，带回去。对，带回去吧。是啊，带不行，装不下。虽然吴归海地偏，但毕竟是赏赐给季县君的，幽井开阔，我看多来几个也装得下呀。对呀，是这个主意好啊！季仙君带回去正好，这正好，这是对。且慢，诸位，我吴归海可不是什么鱼塘，更何况在下精力有限。不如这样，3位仙子，我有一题，你们谁回答的最符合我的心意，我就带谁走，如何？这真是个好主意啊！就这么办吧。既然是来我处伺候，我的乌龟海豢养的是何种灵兽？你们该如何照顾？乌龟海是死水，能有什么？可我若答对，岂不显得我有备而来？你先来，就你。乌龟海，江河湖海的大小鱼塘，那肯定就是些乌龟。哦，
肉、鱼虾什么的。大人，我对你一片心，比灵兽更忠诚，比乌龟海的水更深。你来。乌龟海是极清渊死水，什么都养不活，整个府中连一只灵兽都没有。好无知的仙子啊！你当真了解极仙君吗？知道他的喜好吗？大人，你再给我次机会，我肯定答对。什么都不懂，再给他一次机会也是白瞎。大人，还有脸要机会？哎，都说这位仙子一直在纠缠季贤君，难道是季贤君看不上他的？那两位仙子这么了解季贤君，肯定选他们啊。哎，韩风君选的人准没错。我选他。你想的？我乃醉囚出身，便更知道世上万般皆虚幻，唯有真心不可负。这位明义，这位明义仙子视我为她的意中人，对我一片痴心，我怎能辜负了呢？你放心，我绝不负你。这两位仙子，那今日就只能怪我们没缘分了。不好对付啊，不过这算是成了。主上回来了。大人，这一进门就给我戴上丝带，到底是为何呀？我喜欢。启禀韩风君，季伯宰把那仙子抱进房间了。大人，这外边天都快亮了吧？还不给我摘下来？大人，今晚你大费周折，演了出欲擒故纵，就睡了跟我回乌龟海吧。你如愿了。大人看出来了。辛苦了。戏一出接一出，送走一双，又来一个。难为你和孙辽暧昧默契的演了一场。大人，你这么说就过分了，你千不该万不该听孙辽质疑我的真心吧？这倒也是。你能帮我把这解了吗？我不喜欢这样，像在审问我。回答我的问题。莫非大人就喜欢这样绑着的问法？平时表面看不出来啊。多谢大人。
大人，我想跟你回乌龟海，不是很寻常的事儿吗？沉渊醉囚，一战飞升，你是极心渊的神话，是花月夜姐妹最崇拜的人啊！我一心向着大人，大人却这么冷冰冰的对我，这真是太伤人了。以后不许这样了。你叫明义。大人心里有明月的明，大人是我意中人的意。你来花月夜前是做什么的？这还是要生我呢，说多错多，得想个法子堵住他的嘴。我家以前是采药为生的，父母双亡之后，就来了花月夜。那你大人问我这么多，可是怀疑我，我看就是不喜欢我吧？那不喜欢我为何带我回乌龟海？没事吧？我不喜欢别人太过于主动。不是吧，这么厚积？行吧。二七怎么回事儿？怎么还没好？外面着火了，我去看看。哎呀，大人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主上，后山的小楼着火了，还请您过去查看。这可得去看看。哎。我怎么能放心让你跟着去呢？乌龟海你一处也不认识，出了事可怎么办？不会出事。这道结界，除了我跟荀婆婆，谁都进不来，而你也出不去。这样你就不会有任何危险了。等我回来。你小子！
现在灵脉已断，只能跟普通人一样，拥有少量法力，使用简单的法术。以后就别逞强了。知道了。但是吧，蛇师傅不是说不让你用灵脉吗？万一离恨花断了怎么办？只用这点灵力，不至于催动灵脉。这个结界复杂，只能我来破。我不就让你搞点动静，阻止他留宿而已吗？下手那么重干嘛？我也纳闷呢，我就按照你说的，在远处那个小楼，略施法术就燃了一簇小火苗，不知怎的这火就变大了。我还在想，不应该啊。算了，趁他不在家，赶紧动手。东西呢？这明义以来就出了这样的事儿，主上放心，老身一定彻查起火因由。不必，天火而已，不必惊动外人。我不喜欢别人太过于主动，还得再应付一会儿。这衣服怎么就这么几层？不修点个火，怎么还没好？火我慢慢灭。在吉星渊这2个月，我们已经调查到，季伯仔的灵脉就是用离恨天催生出来的。使用了离恨天，若没有黄粱梦解毒，就必死无疑。既然那小子还活着，那他就一定有黄粱梦。